家好，我是 Kelly。今天呢是想要录一个比较那种闲聊的影片，稍微分享一下我最近用掉的一些保养品，那我觉得还不错的，然后顺便分享一些最近我喜欢看的书，然后就是随便闲聊这样。我的拿铁，我现在要上保养品，那我就顺便来跟大家介绍一些我前阵子用到，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用的保养品。我现在先来上一个保养品，我这个是水润专科5月的时候推出的，我已经用完了。蛮喜欢它保湿清爽，然后重点是因为虽然它是凝胶，但是后续上底妆就是不会打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以前用的蛮多凝胶类的，就是马上上底妆都会产生那个屑屑，然后这个不会。对，这就是最近蛮喜欢用的，只不知道说美国都买不到。感觉这好像是在亚洲才有买得到的。那我趁乱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前阵子用掉的一些空瓶，这样。最近的一个空瓶就是刚分享的这个专科，然后第二个空瓶也是前一阵子分享的那个合作，这是兰蔻的那个，我把名字打在这边。然后这罐我真的很喜欢，这罐我目前会打算回购，只是我最近都在找那个折扣。我跟你们讲，这种大牌的，通常在年中还有年末的那个年中，这2个年中，我觉得折扣都下很多。像我自己在感恩节的时候买的时候都是8折，有时候还会7折。通常用这种稍微比较高单价一点，我就会去找折扣。然后最近在找这一瓶的折扣，但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好用。然后另外一个空瓶是海洋拉娜的这一罐算精华，然后这罐精华其实我还想要拿那个 soft cream 那一罐，但是那个罐子我不知道我丢到哪里去了。但这2个我觉得都很好用。这2罐真的要选一罐，我应该会选 soft cream 这一罐，因为我觉得 soft cream 那一罐。就是我觉得效果更明显一点，就是你可以更感觉你皮肤比较嫩啊，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是乳霜，所以我觉得效果比较明显。这2个也是我的空瓶，然后这是之前 vlog 有跟大家讲，我很喜欢这个牌子的卸妆膏，真的很好用。我觉得这是我用过高价的卸妆品里面，我觉得目前用过，我觉得最值得的前3名。就它好像是要搭配一个卸妆巾，就是一个布，然后可我真的太懒惰，所以我都是被我用的有点脏。我现在都是直接用手挖，然后挖来就直接往脸上涂，就我没有再用卸妆巾。我很喜欢它的香味，但我觉得它香味有点就是怎么说，因人而异，就你可能不一定喜欢那个香味，但是我非常喜欢它的香味。然后我觉得它清洁力很够，像我有上睫毛膏的时候，我也都是用它卸。我已经很久没有特别使用那种眼唇卸妆，但是它真的比较贵啦，所以我自己也是推荐大家自己找打折的时候这样。然后我最近还买了这个是资生堂的，我不太知道，我查一下它那个系列是什么系列的洗面乳。这个洗面乳我觉得就是我对它非常有点又爱又恨。爱的部分呢，就是它的泡沫，就是你起的那个泡真的非常细，挤在脸上就这样搓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你的那个泡沫就是真的很细，就是它是一个很细小的泡沫。完脸，然后擦完之后脸上会就是嫩嫩的感觉。可是有一个我很不喜欢的地方，然后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大家帮我解答一下。就是刚洗完，然后冲掉那个瞬间，有一个有点崩又有点就太滑的感觉。我觉得有时候崩跟骨溜是一线之间，然后我觉得它就是游走在那个线的边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刚冲完就还有水的时候，会觉得就皮肤有那种太滑到我有点不太喜欢那个感觉。这样压干之后，皮肤又很嫩，就那滑感觉又不见了。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洗面乳有点又爱又恨。就是如果我可以把中间那个滑感觉改掉，我觉得它非常好用。但是，然后最近留言蛮多人问我的头发产品，因为今天刚好讲到保养，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头发产品。必须跟大家说呢，我头发产品现在只有用一个，就是有点脏哦，那个瓶子。就是拿远一点，就是那个 Aveda 的洗发乳，我其实现在就只有用它，我几乎没有再用其他护发产品。可能有时候吹完头发比较干的时候，我会用那个摩洛哥悠游，就是抹一下。但除此之外，我就是只有用这一罐。我觉得我头发其实没有什么发质很好，我觉得单纯就是因为我最近这1-2年都没有染头发，所以现在可能发质看起来比较黑，所以你们可能会觉得好像发质变好，还好啦。然后还是有一点点偏干，但是我觉得目前我只用这个，我觉得 OK。然后另外一罐是这一罐是绿色的这个，哦好重，这是全新的，我还没用。这个也是很好用的，它一罐真的蛮大罐的，我其实
这一罐应该就是从上次开之后到现在，我猜可能半年用一罐差不多。我有点没有太认真的算。Aveda 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洗发乳。好，那保养部分结束，然后我们现在来上妆。我这边有一些是厂商寄给我的那种公关品，然后我都没有时间把它打开看，所以我就想说用一些自己就是平常化妆都不会用的产品来慢慢上妆。然后呢，我要用的是这个是 NARS， 好像是那个素颜霜，是不是？看，我今天想说，我要来找一个主题跟大家聊天，然后可是我又不太知道聊什么，我就想到之前有人问我说 ，Kelly， 你有没有会拍那个结婚然后婚礼准备的 vlog 之类的？让我把这个推远一点，因为我用手推好像容易有一块一块的，这样气色有比较好吗？然后底妆我用的是 Laura Mercier 的这个气垫粉饼，算是我前阵子用到的气垫粉饼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刚讲到哪？哦对，婚礼，我就看到很多人留言说很想看 vlog， 很想要看准备婚礼什么什么东西。我今天就想说好来跟大家闲聊，就是跟大家说，其实我是一个对婚礼没有太大憧憬的人，就是很多人都说女孩心里都有一个婚礼，我心想说我没有这个，我没有，就是我心中没有一个婚礼，你知道吗？然后我现在直接上楼。就如果说不需要顾虑任何世俗传统的那种想法的话，我是希望可以不要办婚礼的人，因为我觉得婚礼好花钱，然后好花大家的时间。对，我现在看起来脸好白哦，我还用一下蜜粉哦，蜜粉也是 Laura Mercier 的蜜粉。对，但是我了解啦，就是如果办婚礼的话，我知道父母都会很开心啊，就是长辈就是有一种惩罚的感觉。但是我是说，如果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话，我可能就没那么想办这样。我觉得这个气垫就是蛮贴我的皮肤的，只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很白的感觉？对，然后那天我就在跟我朋友聊，然后我就说，其实我对婚礼好像只有，我想象一下哦，就是我只有大概可能2、3个要求，自己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可以吃到，就婚礼上的菜。至少要1半以上，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新娘吃不到婚礼上的，就是大概可能顶多吃到1道菜，对。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就是我找了一间很好吃的餐厅，可是我竟然吃不到1半以上吗？我不知道这个要求会不会实现了，但是我希望可以吃到至少1半以上。我的第二个要求是，我第二个要求是什么？我第二个要求是我极限。最多我只想换1次衣服，因为我上次回去的时候我去看婚纱，然后婚纱的那个员工就说哦，那你肯定要挑3套，因为很多新娘可能都是换2次。然后我想说2次很多，然后他们又说如果你换2次的话，基本上是绝对吃不到1半以上的菜。其实我本来才想说，那我就不要换衣服，可是我又想说婚纱是不是很白？然后我就怕吃饭的时候滴到上面怎么办？所以我想说，可能至少要换1次，把它换成一个你知道比较轻便一点的那一种。想要再让我画个眉尾，然后我就想说，好，假如说我办婚礼，然后我的亲朋好友来，然后我又平常又很少跟大家见面，然后假如说我还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换衣服，我就看不到大家，就没办法跟大家聊天什么的。然后腮红呢，我要用 NARS 的这个 Overlust Cheek Palette， 叮叮。婚礼我好像没有太大的想法，可能就这2个吧。对，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本来差不多现在在你们看影片的这几天附近，就是我会回台湾办婚礼，然后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回台湾。哇，你看。就是好可爱哦，他是故意做一个皱皱的，你看到吗？刚应该拿这个镜子出来用的，这样，大概长这样。这次其实我也不知道后续会怎么办。对，然后这里有人留言问我说呢，你看我现在在用中间这个，跟混旁边一点点这个，是有点比较橘色的感觉。婚纱照我就是。更没有什么太大想法，但我只有一个坚持，就是我希望背景是很素，就是最好是全白的那种背景。因为我是个善变的人，那我就怕说，如果说我现在很喜欢这个背景，然后5年后我就讨厌了怎么办？所以我就想说，背景我一定要是很素、很白，就是那种素面的那一种。
我刚刚看这个，你们看这个打亮，你看得到吗？比较大声。它这个打亮很细，就是不是那种颗粒很大的那一种。我应该拿一个打亮的那个刷子。我喜欢这个打亮，我觉得这个打亮好像比那个腮红更让我觉得，因为它打亮很细，就是很温润，有点像眼影的那一种。让我喝口咖啡，我就讲到有点沙哑。然后接下来是要夹睫毛，我不太画眼影啦，但是我现在都一定会夹睫毛。我觉得睫毛就是翘，然后那个涂了睫毛膏之后，眼神就会变得比较有神。你们可以现在看一下我现在的眼睛。好，然后等一下对比一下。然后我这个睫毛夹是已经是万年历史了，你看它有多脏。我感觉我好像是一个不会一定要有婚礼的人。但是不一定，说不定我10年后就后悔了，那时候总没办婚礼，所以也很难讲。不过我觉得可能不要有那种很大的，可是就是那种比较家庭啊，然后可以让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开心那种，我是 OK 啦。只是我不是很想要那种巨型，然后很多都不认识的人的那种。睫毛膏我还是在用日本，之前去年。前年，反正呢，过去1、2年去日本买的睫毛膏，然后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很湿的睫毛膏，所以我其实最喜欢睫毛膏的时候是已经用了一阵子，然后开始用起来，你知道会有点干干的，然后可是那时候睫毛膏我觉得是最有粘性，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上起来会最好。我反而不太喜欢那种睫毛膏是刚开然后很湿，你知道，我觉得很湿就是睫毛就比较容易太重就垂下来。不过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也不确定到时候婚礼会怎么办。如果这样已经算是我很难得有打扮起来，就是还会上到睫毛膏了。叮！我现在妆化好了，然后我觉得我很久没有就是跟大家一起化妆闲聊的感觉，我就像一种伪直播、假直播的感觉，就是自己那边尬聊，然后其实是用录影的。哦对，我要分享那个我最近看的书。我想要趁这个时间可以来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阵子看一些我觉得还蛮推荐的小说。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在分享我看什么小说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截图，然后就很多人问我说 ，Kelly 那个书的那个书单是用什么 app？ 我用的 app 叫 Goodreads， 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大家会看书，然后会上去给一些评论，跟自己的一些 review 心得。我觉得这本书怎么样，我给它几颗星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平台。然后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用的，因为我蛮喜欢在上面找，就是有没有什么蛮想看的书。然后你可以把书分成想要看的书、正在看的书、已经看完的书，然后你可以给评论等等的。我觉得这个 app 蛮好用的，就是该有的功能都有，然后界面很简单，这样。让我去拿下电脑。因为我想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这本书是怎么样，就是那个一般那种你买书的时候背面会写的一些小介绍。我现在离你们有点远，你们应该听得到吼。我最近重新看回书，就是加入小说行列的第一本书是叫The Silent Patient。反正呢有一天我就买了，然后我记得我还跟我男朋友说，我买了这本小说。然后因为我之前有过不少记录，就是我买了然后就没有把它看完，然后所以那时候我男朋友就说。你会看吗？你要看哦，就是你不要又没有看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好好。然后可是我心里也想说会不会我也没有看？可是这本小说真是让我一次，我记得我2天就看完了。我第一天下载完，就是买完下载完，从下午5点中间吃完晚餐，然后一路看到晚上11点。就是我先给你们一个简介。好，女主角叫 Alicia， 她有一个老公，可是某一天很戏剧性的，就是老公结束回家。然后 Alicia 就朝着她老公的脸开了5枪，嘣嘣嘣嘣嘣。然后之后呢，她就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另外一个角色是一个罪犯心理治疗师，他觉得他自己有能力可以治疗 Alicia， 所以他就找到机会和 Alicia 接触，然后就挖掘了这个案件背后的秘密这样子。我发现一件事情，我还没介绍唇膏我等一下，我介绍完我这个书，然后介绍唇膏。我先给我的评价好了，我自己给这本书的评价是5颗星，就在 Goodreads 上。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我很喜欢的地方是，它里面的角色没有很多，就它没有说这个家庭那个家庭那个家庭，可是它是
他角色不多，可是他叙述的很深入。我觉得他的那个什么怎么讲，那个字叫什么，就是那种叙述事情那个小说的步调抓得非常好。我不想要雷大家，因为我跟你们讲这本书，你们真的是不能 Google， 你想看就直接去看，你就是你不要查任何什么心得 review， 不要，你要裸着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这本书，就看这种小说，就是发掘背后的真相这种事情，就是那个 moment 是最开心的时候，就你会这样，哦，我觉得这本书的那个关键时刻，就是我有被满足到，就是我这样，这样子，我觉得整个故事的非常流畅，就是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我给5颗星。再来呢，第2本小说我买的是《A Man Called O》，然后。这本小说呢，我必须说我现在还没有看完，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我需要那种刺激的剧情。然后这一本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比较抒情、比较温馨的小说。它讲的就是有一个感觉是年纪比较有点中年，可能大概50几岁的一个老先生这样。对，然后怎么说？我不想要去叙述那个故事，但它就有点像是围绕在这个老先生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它是一个比较温馨的小说，这个好像已经拍成电影了，所以你们想要也可以直接看电影。我蛮喜欢这本小说，是我觉得它的那个叙述东西很强。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 apartment， 然后他很会形容这个 apartment， 会让你觉得好像你看得到那个 apartment 长什么样子。不过这本书让我有一点点觉得对我来说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因为英文是我的第2语言嘛，不是第1语言。然后这本小说花了很多词在讲一些我平常很少听到的词，比如说火炉好了，你要拿一个很像钳子的东西去弄那个火盆，那个东西就它会叙述那些很细的商品。然后因为我真的很少听到那些词，所以会需要查比较多字，就是那些一些小东西的词。然后拉回来上一个我讲的那个 The Silent Patient， 我觉得他用的词都是那种你看电影、看电视剧他们就很常讲的词，所以我觉得那本书对我来说可以读得更顺。然后这本书就是有一点我需要去查，比如说他又拿了一个什么某一个工具，比如说螺丝起子或是电动的砖，就是那些词这样。这本书我读比较慢，然后因为它又不是那种悬疑小说，所以我就是偶尔比较休闲的时候，我可能才会把它拿起来看这样。然后呢，我看的第3本小说是 Gillian Flynn 的 Sharp Objects。大家可能对 Gillian Flynn 比较不陌生，他就是 Gone Girl 的那个作者，就是控制那本小说的作者。这本小说我看完，就我在 Instagram 上跟大家分享说我还做噩梦。它叙述就是呢，有一个记者，然后叫卡密尔，我在看中文翻译。然后呢，他就是回到故乡去追踪2个女童的凶杀案。然后他就是一步一步要去发掘这个凶杀案的真相等等的。然后我喜欢的地方就是我蛮喜欢这本书，就是他叙述，他把你带到那个世界观，我觉得他叙述的蛮好的。但我还做噩梦，因为我记得，反正这个小说就是有点像是在一个小镇，然后感觉每一个镇上的人都很熟悉那种状况。然后我做噩梦的时候就是梦到。反正我们那个小镇，然后就是也是有2个人被杀，然后警方还来我家什么，反正就是我觉得梦到那画面很像。但是我自己没有给他很多分数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蛮早就猜到凶手是谁。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这种小说就是我就在等那个瞬间，我要知道为什么。可是我觉得我蛮早。可能中间一半以前，我就已经大概觉得凶手是看2个人，然后看到一半，我就已经大概知道是那个人。我觉得他叙述手法的地方又蛮快就带过去，所以我觉得我分数就没有给他非常高。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就是没有猜到，你应该还是会蛮喜欢，因为我觉得他叙述就是他把整个架构都建得蛮好的这样。然后下一本书是我现在正在看的书，叫做The Bluest Eye， 就是最蓝的眼睛。它讲的就是有一个黑人女孩，然后她渴望有一对很蓝色漂亮的眼睛。她就是有一点是想要探讨吧，就是一些西方文化的一些审美观，然后对于我还没看完，所以我没有真的很清楚，但是我是根据我看这个介绍，是说她感觉是
就是一些西方文化的一些审美观的一些影响等等的。然后据说这本书很黑暗，我前天才看大概第2页吧，然后就反正就读到了他叙述了一件事，然后我就这样，然后说我有看错吗？然后我还就是再这样看一次，哦，真的是就是他讲的那句话，感觉这本书会是一个蛮沉重的书。等我看完有什么心得再跟大家分享。然后有另外一本书是我接下来想要看的书，叫做《Girl, Woman, Other》，它是我印象中它是 Booker Club 2019，看一下哦，这本书是2019年 Booker Prize 的 winner， 对。它跟 Testament 是第1名。等我把 Bluest Eye 还有 A Man Called Ove 看完之后，我就要看第3本书。大家会喜欢看我分享书吗？我觉得有时候会怕你们觉得分享书有点无聊。好，这就是我最近看的一些小说，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现在来上个唇膏吧，刚刚都忘记要上唇膏。现在手边有4支是我最近比较常用的唇膏，这样，叮。第一个这个唇膏呢是 NARS 的，哇，字很小 ，Afterglow Lip Balm， 然后这个颜色是 Dolce Vita， 它颜色不是很明显那种，是那种就是素颜可以用的那种，它是那种润润的，然后颜色比较淡的，就是没有化妆也可以用的那种，所以我最近还蛮常用它的。来，下一支呢是 MAC 的，这个是 Mull It Over 314号，看得到吗？它是就是我蛮喜欢的那种颜色。下一支是 YSL 的12号，我好像 Instagram 有分享过，它是很显色的那一种，我觉得。这样，这样，就是有时候出去啊，比如说约会，可是现在也不能出去，就是之前会用的蛮常用的颜色。再来最后一支呢是 Chanel 的58号，58号。看到吗？它是有一点点红棕，可是又不是很红的颜色。然后这支薄擦也很好看哦。这4支就是我自己平常如果有化妆啦，蛮常用的。这个就是比较素颜的时候用的，然后这3支是比较化妆的时候用的。我觉得因为我的腮红是橘色，好像比较适合用刚刚这个 Mull It Over。那我现在唇膏也补上去，今天化妆就完成了。我觉得蛮好玩的，我觉得以后我们要常常做这种闲聊的，就是可以。我觉得我刚刚讲了很多废话，感觉，因为我现在声音有点沙哑。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推荐我的书、保养品、化妆品，都可以留言在下面给我。我们下次见，拜拜。